零下50度的冰面上。2050年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寒流席卷全球，资源的匮乏让战争愈演愈烈，无数的难民被拦在基地的铁丝网外，祈求军方能拯救他们。然而政府现在已经自身难保，眼看基地3日内就会被敌军攻陷，当局紧急组建了一支快递小分队，只要能把一件重要物资送到末日堡垒去，整个国家将反败为胜。如今因为寒流让所有水域都结了冰，小队可以直接滑冰横穿河流，在黑夜的掩护下，6人小队穿上溜冰鞋，一路风驰电掣速滑到了清晨，前面就要进入敌军的地盘，他们不敢停留太久，以免在空旷的冰面成为狙击的活靶子。正当队长抬手示意出发时，突然咔嚓一声，冰面破裂，队长瞬间掉入了冰窟窿，其余人吓得立刻趴在冰面上。中尉让小帅赶紧拿出绳索准备营救，还没等绳子拿出来，艾姐就一猛子扎进了刺骨的湖水里。如此舍己救人让大家都傻了眼，其实他真正想救的是那件重要的物资。下水后，艾姐赶紧向队长游去，看到队长已经被冻僵，他当机立断取出小刀，直接割断了队长的背带，拿着背包就掉头往回游。等上面的人把艾姐拉上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。为了不让他冻死，几人争分夺秒扒开他的湿衣服，接着用干燥的毯子将他包裹起来。当下之急是赶紧生火取暖，他们上岸找到了一处废弃的房子，大壮用力摔碎一把太师椅，迅速点燃火堆让艾姐烤火。此时他的脚趾已经变成了青紫色，再晚一点就有可能坏死。如今队长已经领了盒饭，中尉将接替他的位置领导小队，之后艾姐就沉沉睡了过去，却被一个奇怪的声音惊醒。他顺着声音推开大门，一下子看见眼镜男慌张收起了无线电，下一秒远处天空飞来一架直升飞机，艾姐赶紧返回让大家立马撤离。几人躲在旁边的草丛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一枚导弹直接将房子炸成了渣渣灰，这必定是有人给敌军通风报信。艾姐立刻拿枪指向眼镜男，眼镜男解释说他只是在用无线电联系女友而已，可眼下没有时间再拷问，因为敌军已经派遣了一支地面小队来搜查，他们只能屏住呼吸静观其变。还好敌军没发现他们，这才逃过一劫。现在只能先带着眼镜男继续上路。经过几个小时不停的滑行时间，来到了深夜，此时队员的腿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漆黑的冰面上一片死寂。突然有人被地上的东西绊了一跤，重重的摔在冰面上，仔细一看，吓得他直接倒退出10米。艾姐赶紧打开手电查看，竟发现冰面下密密麻麻的都是尸体，即使是见惯了死尸的大兵们，也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为了不暴露位置，中尉命令艾姐关上手电，先退到一旁的雪堆缓缓神。经过推测，这些人是乘船时被军方活活杀死的。就在这时，天空路过的巡逻机发现了他们，便开始向着冰面疯狂扫射，一下子队员们四散而逃。艾姐滑在最前面100米冲刺，并不停地左右闪躲，最后她滑进一个废弃的栈桥下躲了起来。好在飞机找不到人影就离开了。很快剩下几人也来桥下汇合，他们不敢再继续滑行，只能先上岸再说。附近就有一处村庄，雪地上的脚印证明里面有人，于是小队偷偷潜进有灯光的房子，破门而入后才发现只是2个慈祥的老人。老太太慷慨地拿出了食物招待他们。饿了一天的大兵们终于松弛下紧张的心情，开始边吃边聊起来。没想到当艾姐低头捡东西时，却发现桌子下面装着一把机枪，原来老两口是在这里守株待兔。艾姐微微摇头警告老头不要轻举妄动，但老头还是决然地握住了机枪。还好大兵们训练有素，当即就击毙了老两口，但眼镜哥却不幸中弹身亡。剩下的4人继续向着堡垒进发，然而大壮却越滑越慢，众人这才发现刚才他被老头打中了腹部。为了不拖累队伍，他一直靠止痛药在硬撑。很快他们在前方发现了一艘冰封游轮，经过检查里面暂时安全，但大壮的伤势过重无法继续前进。中尉和艾姐建议先把大壮留在这里，但小帅却不愿意把大壮留下等死。情急之下他夺过盒子，想要搞清楚冒着生命危险护送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还没来得及阻止，小帅就抽出了盒子，露出的东西令所有人当场傻眼，原来里面竟是病毒生化武器。接下来大壮的话揭开了残酷的真相。然而习惯了服从的队员们只能继续完成任务。艾姐按照中尉的安排到高处的甲板瞭望，正好看到敌军的车辆向着游轮的方向开来。就在艾姐准备掉头回去报信的时候，却听见了一声枪响，原来是大壮开枪自杀了。大家还沉浸在悲痛中，艾姐却直接拿起了背包就要出发，如此迫不及待不禁让别人对她产生了怀疑。为了完成任务，艾姐干脆甩下队友一个人行动，但没一会就被冰面上的一道分界线挡住了脚步。她用手杖试探才发现，原来前方是一片薄冰区，艾姐只能硬着头皮滑了进去。然而冰面还是不堪重负的碎裂开来，她赶紧张开4肢趴在冰面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背包摘下，试图减轻自身的重量。就在进退两难时，队友追了上来，他们把绳子扔向艾姐，艾姐抓住绳子，被拽着一点点滑出了碎裂的冰面。之后3人用绳索绑在了一起滑行，这样即使一人出现危险，另外2人也可以利用绳索将他从危险中拽出来。突然天空燃起一颗照明弹，映得黑夜如同白昼，3人立刻埋下头来不敢动弹，这才发现子弹好像不是打他们的。就在他们想要趁机逃跑的时候，却正好暴露了自己，下一秒子弹雨点般朝着他们射来。
只能抱着脑袋自求多福。为了求得一线生机，小帅顶着枪林弹雨拿出了狙击枪，在巨大的压力下排除杂念，仅用一枪就击杀了对面的敌人。艾姐立刻起身冲过去，想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来到近前才发现，刚才对他们射击的其实只有一个人，另外2人早已冻死在战壕里。之后他们开始在里面生火取暖。中尉和小帅趁机问艾姐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她不顾一切的想要完成任务。他们不知道，原来就在出发前，上级拿出一张照片，告诉艾姐她女儿就在堡垒里，只要她能完成任务，就能再次见到女儿。回想起5年前女儿被恐怖分子抓走，艾姐本以为女儿早就死了，没想到她居然还活着。从那刻起，艾姐便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任务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她还是没有对2人说出自己的秘密。第2天，艾姐醒来，发现中尉居然拿着病毒悄悄离开了。紧接着，她看到战壕已经被敌人包围，现在她只能和小帅并肩作战。先由艾姐扔出1枚手榴弹，小帅趁机狙击敌人。神枪手的他靠着手中的枪，无情收割着敌人的生命，同时艾姐也在用步枪点射着对方，直到他手中的步枪没了子弹。他拉开1枚手雷准备扔向敌人，却不幸被子弹击中了腹部，使得拉开的手雷掉在了身边。危急关头，小帅直接用身体挡住了爆炸的手雷。眼看小帅的生命就这样陨落，艾姐拿起步枪，愤怒地将剩下的敌人全部杀死。到此为止，6人小队只剩下了2个人。之后他顺着冰面继续前行，很快就追上了偷偷逃跑的中尉。艾姐用枪声警告他停下，却换来了中尉的回击。无奈下，艾姐只能蹲下，用狙击枪瞄准了他。一声枪响，中尉应声倒地。艾姐一瘸一拐地靠近，让他交出病毒。中尉劝说他，为了全人类的存亡，必须把病毒沉入大海。可在拯救地球和女儿之间，艾姐还是选择了后者。之后，他带着病毒继续向前滑行。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冰面上出现了几个骑兵。等他醒来时，自己已是在堡垒的病床上。原来他已经成功完成了快递任务，将军给他颁发了荣誉奖章，并提拔他为上尉。但艾姐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她唯一在乎的是想见到女儿。可将军却说他的女儿并不在堡垒。原来为了让艾姐完成任务，上级竟然欺骗了她。艾姐悲愤交加，冲上去对着将军就是一顿暴锤。一旁的中尉终于明白了艾姐为什么会执意完成任务。为了弥补之前的自私行为，艾姐找到中尉，和他一起闯入实验室抢走了病毒。之后他们启动了实验室的警报，打算混在撤离的大白中逃走，没想到还是被士兵发现。为了拯救人类，艾姐把病毒和手雷绑在了一起。周围的士兵被吓得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悬崖。将军不断地说服艾姐别做傻事，此言一出，更坚定了艾姐的决心。最终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真心希望世界永远和平，因为在未来的战争下，不存在真正的赢家。